本應是一場普通的出行，卻成了無數加拿大人的噩夢。起因是一名華裔在精神壓迫下殘忍殺害乘客並分食，残忍程度堪比地獄。而這就是2008年發生在加拿大的一起暴力案件——灰狗巴士杀人案。1992年，李偉光從武漢工程大學計算機專業畢業，在北京成為一名軟件工程師。上世紀90年代是軟件行業高速發展期，性格內向、不善交際的他，憑借專業技能積累了不少財富。2007年，李偉光與妻子移民加拿大，本想開啟新生活，卻因語言不通、海外學歷不被認可、專業技能無法對接當地市場，徹底與軟件行業無緣。他賦閒在家3年，才在溫尼伯找到一份保潔工作。中年失業的打擊讓他心態崩塌，婚姻也隨之破裂。離婚後獨自搬到埃德蒙頓，靠送報紙勉強為生。長期的生活落差與精神壓抑，讓李偉光逐漸出現異常，時常自言自語，不合時宜的莫名發笑，行為怪異，令人不安。2004年，他在多倫多找工作時，首次出现清晰的命令型幻听，一个如同上帝的声音命令他前往曾居住的溫尼伯。當晚，他沿着安大略省高速公路徒步數公里，因交通安全問題被警方逮捕，臉上還掛着詭異笑容。醫院很快確診他患有精神分裂症，建議住院治療。可李偉光擔心精神病記錄影響工作，服藥後悄悄離開，這也是他最後一次接受正規治療。2008年7月，消失4年的幻聽再次爆發，上帝的聲音警告李偉光大禍臨頭，必須立刻離開埃德蒙頓。他向公司謊稱要去溫尼伯面試，隨即在五金店購買一把獵刀，於7月29日搭乘灰狗巴士出發，按照幻聽指令在曼尼托巴省埃里克森小站等候。7月30日凌晨，編號1170的灰狗巴士駛入車站，李偉光登上這輛載有37名乘客的巴士，多數乘客是返鄉或出行的年輕人，22歲的蒂姆·麥克林就在其中。蒂姆剛辭去工作，打算回溫尼伯休整，為省錢選擇搭乘長途巴士。上車後，他坐在後排靠窗位置，給家人發完短信便戴耳機休息。傍晚7點，巴士行駛至埃里克森停靠，李偉光上車後在前排短暫落座，隨即起身在車廂內來回打量，最終在蒂姆身邊停下。友善的蒂姆對他微微一笑，卻不知這抹善意讓自己被幻聽中的外星怪物標籤鎖定。李偉光腦中的聲音告訴他，蒂姆就是要威脅他生命的怪物。起初，前排乘客只注意到李偉光自言自語，舉止詭異，蒂姆則在一旁熟睡。突然，一聲淒厲的慘叫劃破車廂寧靜，李偉光掏出獵刀，瘋狂刺向毫無防備的蒂姆。蒂姆拼命掙扎呼救，卻在連續數十刀的攻擊下迅速失去生機。恐懼瞬間席捲全車，乘客尖叫着催促司機停車，慌亂地向車外逃竄。車廂內血跡四濺，李偉光卻像機器人一般持續揮刀施暴，毫無停手之意。附近卡車司機見狀，手持撬棍上車，試圖制止。剛上車就看到李偉光將蒂姆的頭顱割下，放在方向盤上展示。血腥場景讓他嚇得立刻跳車，並用撬棍封住車門。晚上9點，加拿大皇家騎警抵達現場。此時蒂姆已身首分離，慘不忍睹。李偉光在車廂內隨意擺弄屍體，甚至割下屍體部位咀嚼，還對着警方炫耀般晃動頭顱與肢體。令人費解的是，全副武裝的警方在現場部署了4個小時，始終未採取有效行動，只是通過對講機驚駭描述李偉光的殘忍舉動。直至7月31日凌晨1點30分，李偉光試圖開走巴士失敗，砸窗跳車時，才被警方多次電擊後逮捕。警方在他口袋裡找到了蒂姆的耳朵、舌頭，還有部分心臟與眼球，其餘遺體部位已被他食用。這般極端暴行刷新了加拿大惡性案件的殘忍底線。被捕後，服用藥物的李偉光逐漸恢復理智。他對精神科醫生坦言，是腦中的聲音命令他殺人，自己犯下了無可挽回的過錯，多次請求警方處死他。經過近20次精神評估，醫生確認李偉光案發時處於嚴重精神分裂發作狀態，所有行為均受幻聽操控，並非自身主觀意願。作為無犯罪前科的人，恢復理智後的他被極度的內疚與痛苦吞噬，這也是他一心求死的原因。2009年3月30日，案件在曼尼托巴省法院審理，李偉光被以2級謀殺罪起訴。因審判長採信精神科診斷，最終判決其因精神疾病案發時無法控制行為，無需承擔刑事責任，僅被遣送至心理健康中心接受治療。這一判決在加拿大引發軒然大波，爭議持續發酵。多數民眾強烈反對判決，認為無論是否患病，殺人實施的事實無法抹殺，且李偉光曾主動放棄治療，才導致悲劇發生。若回歸社會，再次發病的危險性極高，理應受到法律嚴懲。但也有部分人理性看待，認為精神分裂患者發病時無自主意識，本身也是疾病受害者，若因偏見違背法律判決，只會加劇社會對精神病人的歧視，反而埋下更多隱患。
還有人將悲劇歸因於加拿大移民生存壓力過大，心理疏導缺失。這場慘案帶來的創傷深刻烙印在所有親歷者心中。同車39名乘客、現場警員、救援人員幾乎都患上嚴重的創傷後应激障礙。现场警官因心理問題提前退休，前排乘客患上重度抑鬱症，被迫與新生兒隔離。出手相助的卡車司機只能靠酗酒入眠，多數乘客終身不敢再搭乘巴士，而受害者蒂姆的家人承受着最沉重的痛苦。案發時，蒂姆的妻子已懷孕，他的父母還在準備晚餐，等待兒子歸家，最終卻等來陰陽兩隔的噩耗。因遺體破損嚴重，警方未讓親屬見蒂姆最後一面。蒂姆的母親卡羅爾在兒子遇難的公路旁，用白色木質十字架立下紀念碑，刻上安息，永遠愛你，將蒂姆生前的襯衫套在旁邊的小十字架上。即便地處偏僻，仍有好心人前來獻花。多年過去，卡羅爾始終無法理解，無辜的兒子慘死，兇手卻能重獲自由，過上正常生活。2014年，李偉光因治療效果良好，被允許離開心理健康中心，在附近小鎮活動，只需定期報備。2017年，醫院宣布其完全康復，無需監控，不用定期報到。他改名威爾，徹底開啟新生活。加拿大心理健康協會稱，李偉光再犯罪率低於 7%， 遠低於普通刑滿釋放人員，他將終身被內疚折磨，這便是最嚴厲的懲罰。可對於受害者家屬與親歷者而言，這份懲罰太過蒼白。那場發生在灰狗巴士上的血腥噩夢，沒有隨着時間消散，而是成為一道永遠無法愈合的傷疤，刻在加拿大的社會記憶裡，也讓人們重新審視精神疾病救治、移民心理關懷與司法公正之間的平衡。